伊朗对以色列发动大规模袭击后，美国总统拜登当地时间13号表示，美方帮助以色列拦截了几乎全部伊朗发射的无人机和导弹。不过，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方也表示不会与以方一道打击报复伊朗。 白宫公布了美国总统拜登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早些时候的通话内容。拜登称自己在与内塔尼亚胡的通话中重申美国对以色列安全的坚定承诺，并表示美军派遣的部队帮助以色列击落了几乎所有来袭的无人机和导弹。拜登告诉内塔尼亚胡，以色列、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共同努力使伊朗的袭击行动以失败告终，美方不参与且反对以方任何针对伊朗的军事反击，以色列应该见好就收。内塔尼亚胡对拜登的这一表态表示理解。据《以色列时报》援引美媒消息，拜登劝阻内塔尼亚胡不要立即对伊朗实施报复性打击。报道称，以色列战时内阁的多名成员曾赞成回击。由于伊朗没有对以色列本土造成严重破坏，加上内塔尼亚胡与拜登通话，回击被取消。 对于伊朗袭击以色列军事设施，拜登发表声明称，他用最强烈措辞谴责此次袭击。拜登称，在他的指示下，美国军方在过去1周里向中东地区派遣了战机和驱逐舰，以支持以色列自卫。他还称，美方帮助以色列击落了几乎所有来袭的无人机和导弹。 拜登与内塔尼亚胡通话前，美国防长奥斯汀也与以色列防长加兰特进行了通话。奥斯汀重申美国对以色列国防的支持，但不寻求与伊朗发生冲突。以色列如果要报复，应事先通知美方。但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援引美国政府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政府高层担忧以色列可能会在不考虑后果的条件下对伊朗做出迅速行动。 曾在特朗普执政时担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博尔顿，则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要求美国支持以色列对伊朗实施更强有力的反击。 I think it's incumbent on Israel and the United States to reestablish deterrence in a major way. And I think that means, by definition, Israel's response, and there should be a response, should not be proportionate. It should be far stronger. 当地时间14号，联合国安理会应以色列要求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伊朗日前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讲话中敦促各方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古特雷斯说，联合国宪章禁止以武力侵害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 同时，外交馆舍与外交人员不可侵犯的国际法原则必须得到尊重。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瓦西里·涅边贾在联合国安理会紧急会议上表示，伊朗对以色列的袭击并非凭空发生，此次军事行动是对联合国安理会无视伊朗使馆遭袭的回应。涅边贾还批评以色列不遵守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称必须停止这种对抗和流血事件，整个国际社会迫切需要采取一切努力来缓和局势。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带兵代表在发言中呼吁各方根据联合国宪章与国际法解决分歧争端，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我们也注意到，伊朗方面表示，有关军事行动系对以色列袭击伊朗驻叙利亚外交馆舍的回应。有关问题至此可视为已解决。 中方呼吁有关方面最大程度保持冷静和克制，根据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解决分歧和争端，避免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在14号发表的一份声明中，对地区局势升级可能造成的人道主义和人权代价深表担忧。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14号均在社交媒体上呼吁有关各方保持克制，尽一切努力防止地区局势进一步升级。博雷利说，欧盟将于16号举行特别外长会，讨论中东地区局势。埃及外交部在社交平台上发文，呼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约旦政府呼吁有关各方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并认真负责任地应对地区局势升级危险及其对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的影响。正午短评热点直说，伊朗对以色列发动了大规模袭击，拜登打电话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美媒报道说，通话以后，以色列取消回击计划。
一向与拜登不太对付的内塔尼亚胡，这次为什么这么听劝呢？有几个原因。首先，伊朗在发动袭击前做了很多的工作，大概率跟美国达成了某种默契，使得袭击没有对以色列造成严重破坏和伤亡，以色列国内压力不大。其次呢，军事上，以色列和伊朗并不接壤，以色列如果回击，基本只能靠空袭，而伊朗的战略纵深和导弹制造能力是大于以色列的。那么，在美国不参战情况下，以色列和伊朗相互发射导弹，吃亏的很可能是以色列。何况以色列目前多线开战，抽不出太多力量来应对伊朗。不过，以色列不公开回击伊朗，不等于不会采取其他方面的行动。最可能报复还是通过情报手段来摧毁伊朗重要设施，或者袭击重要人物。毕竟此前以色列屡屡得手。